穿越斗罗的你本该拥有纯正的蓝电霸王龙宗血脉，无奈只能改名换姓，随着父母过着隐秘的生活。只因7年前你的父母外出历练，无意间听到唐昊和唐啸的交谈，得知阿银是魂兽之士。唐昊和唐啸发现他们后，虽然父母保证不会说出去，却还是遭到唐昊兄弟追杀灭口。他们2人一路逃回蓝电霸王龙宗，将事情经过说出，想寻求宗门庇护。宗门得知情况后，却不想得罪名震大陆的昊天双星，狠心将他们逐出宗门。他们被迫继续逃亡，一直逃到帝国北部边境，这才躲过追杀并生下了你。之所以改姓叶，其一是父母痛恨宗门的抛弃，其二是为了隐匿身份。他们不断叮嘱你不要去觉醒武魂，正是为了让你隐匿好身份，不暴露于众。而当年唐昊与魂兽相爱之事彻底传开，千寻疾带人追杀唐昊和阿银。阿银献祭后，唐昊将这一切都怪罪于你父母。这些年疯狂搜寻，在今日唐昊成功找到了你父母，并把他们打到重伤后离开。你被他们藏到地下室才躲过一劫，否则如今也是唐昊的垂下亡魂。此时你跪在父母坟前，眼神坚定地磕着响头道：爸爸妈妈，之前承诺你们的诺言，恕孩儿不能遵守了。杀父弑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此仇我立誓必报。说完这些话，你缓缓站起身，目光死死锁定在先前唐昊离去的方向，心中充斥着滔天愤恨，紧握双拳，低沉怒喝：今日事百倍还！话落刹那，天穹上射下一缕神石，这缕神石悄无声息涌入你的脑海中，你并未察觉，开始思索接下来行动。自己恐怕是不会有什么系统之类的了，来到这里不少年了，若是有系统也早该到了。不过没有系统，并不代表不能够向唐昊复仇。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想走，路就在脚下。自己对原著剧情了如指掌，还拿捏不了唐昊那条废狗。唐昊能翻身，不就是靠着他那虚伪且双标的小偷儿子吗？只要把他儿子唐三的机缘全部提前截胡，弄死他是迟早的事。按照时间线推断，自己年龄比唐三小1岁，唐三如今才加入诺丁学院1年时间，拜玉大使为师1年而已。再怎么说他也得6年后才会去到落日森林，自己在这6年时间里截胡他的机缘资源绰绰有余。尤其是那些仙草，史莱克7怪都能成神，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仙草。自己父母的武魂都是蓝电霸王龙，自己武魂必然也是蓝电霸王龙。自己掌握帮助独孤博和他孙女解毒的方法，换一株仙草应该也不难。蓝电霸王龙武魂服用仙草之后，很大概率能进化成为更高级的武魂，到时候再加入武魂殿，借着武魂殿发展，难道还废不了唐昊和唐三？本来自己是不打算与唐三那小瘪三为敌的，毕竟他没有招惹过自己。既然他现在是自己杀父母之仇的儿子，那么就等着承受自己的怒火吧。念及于此，你迅速进到小屋收拾东西。如今自己已经到了觉醒武魂的年纪，正是觉醒武魂的时候，但绝不能在附近觉醒武魂，最为稳妥的还是前往武魂城觉醒。武魂城不仅全天免费觉醒武魂，唐昊更不会去，是首选也是唯一地点。觉醒武魂后，直接加入武魂殿，说不定还能寻求到武魂殿的庇护。思索至此，你已经收拾好需带物品，毅然决然朝武魂殿出发。时光恰似潺潺流水，1坤月时间就这么过去了。你日夜兼程，在这天日落时分，终于来到武魂城。一进城便四处打听，寻到城中觉醒武魂的觉醒殿前。成与败，好与坏，就在此一举了。你衣衫褴褛，满脸疲惫，却难掩眼中的坚毅光芒。来的途中前被打劫抢走，血也磨破，可谓历经磨难。但与杀父弑母之仇比起来，这些苦难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正思索时，殿内走出一名武魂殿男魂师，边关门边不满抱怨着：天天给这些该死的贱民觉醒武魂，真是晦气。早知道当初便加入帝国了。到关门时间了吗？你心想着，连忙上前礼貌询问道：这位叔叔，请问是到关门时间了吗？那名魂师循声低头一看，当见到是个脏小孩，直接选择无视，准备将门彻底关上。你见状，心中顿时心急如焚，若是今日无法觉醒武魂，恐怕会流落街头了。叔叔，我今年6岁了，现在想觉醒武魂，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我保证之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你焦急地喊着。情急下伸手抓住了门边，满眼恳求。可恳求并未换来这那名魂师的同情，反而激起了他的反感。他不耐烦地一把将你推倒在地，脸上满是厌恶，大骂：滚远点，别耽误老子的时间，还报答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该死的低等贱民！你被摔得生疼，双拳顿时紧握，心中愤怒又屈辱，但想到自己耽误别人时间不占理，便强忍怒火准备起身离开。然而这时，一道威严的娇喝声骤然传来，放肆！声音伴随恐怖威压，瞬间压得那名魂师喘不过气来。好强的气息！你急忙循声望去，只见一道绝美女子正俏脸不悦地走来。好美，她会是谁？你神色微怔，心中不由猜测起她的身份。那名男魂师见到这名女子，则被吓得满脸惊恐。凌渊长老，凌渊，武魂殿内唯一一位女长老。你得知眼前女子的名字后，顿感诧异。凌渊快步走来，语气冰冷地对那名魂师呵斥：武魂殿的规定，觉醒殿必须是在日落后才能闭门，如今才不过刚刚日落，你便急着闭门，成何体统？那名魂师被吓得连连道歉，不敢有丝毫反驳。你闻言心中很是恼火，原来自己没错，是这畜生不守规矩，待会再收拾你。凌渊冷哼一声，不再理会那名魂师，转身看向你，那可怜模样令他心生怜悯，弯腰柔声道：小家伙，你是要觉醒武魂吗？姐姐帮你好不好？说完，他主动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。你愣了下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赶紧点头：是的，请姐姐帮我觉醒武魂吧。一边说一边伸出小手拉住他伸来的纤纤玉手。小家伙，跟姐姐来。凌渊微微一笑，带着你走入觉醒殿。那名魂师见此一幕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久闻凌渊长老不近男色，如今竟对这贱民如此温柔，但很快他嘴角扬起了戏谑。这低下贱民能觉醒出什么武魂？有笑话看了。小家伙站好，姐姐现在为你觉醒武魂。凌渊带你来到觉醒殿正中央的阵法中，并启动阵法。嗡，你身体被柔光笼罩，渐渐便感觉身体燥热起来，体内有什么强大的东西正被牵引着要破体而出。不过似乎由于太过强大，一时之间竟然难以突破。怎么回事？还不出来？凌渊眉黛皱成川字形，他从未遇到过如此状况。按照以往经验，即使是顶级武魂也早该出来了。呵呵，该不会连武魂都没有吧？等着出丑吧。那名魂师见到这一幕，顿时幸灾乐祸。给我出来！凌渊骤然开启自身的武魂烈焰凌渊，黄黄紫紫黑黑黑黑黑，封号斗罗最佳魂环浮现。他92级的魂力
全身运转，强行迫使你的武魂出来。吼！随着一道震耳欲聋般的龙吟响彻，一条散发着耀眼金光的圣龙骤现而出，盘旋在你周身，释放着震慑天穹的磅礴气势，霎时将整个觉醒殿映射的璀璨生辉，神圣不可侵犯。什么？这恐怖的气息，莫非是凌驾于蓝电霸王龙之上的黄金圣龙武魂？不，眼前这条圣龙无论血脉还是气势，都远不是黄金圣龙能比的。这是传说之中比黄金圣龙更为强大的半神级武魂——光明圣龙。那名魂师震惊的疯狂惊呼，先前的不屑荡然无存，哪怕是身为封号斗罗的凌渊也是被惊得美眸圆瞪。光明圣龙，你闻言也非常震惊，更多却是兴奋，觉醒出此等武魂何愁大仇不报？忽然凌渊感受到了什么，失声惊呼：不对，还有一个武魂！继而立刻再度灌注自身恐怖的魂力，全力催动阵法牵引。吼！伴随着一道更加低沉的龙吟，一条散发着深渊黑光的圣龙骤现而出，同样盘旋在你周身，释放着令人心灵震颤的气势。它所爆发出的黑光与光明圣龙先前爆发的金光交混，宛如太阳与月亮的碰撞，相互交融，绽放出更为刺目的华彩。什么？双生武魂？还是个从未见过的武魂，与光明圣龙属性比之相反，莫非是反之的黑暗圣龙？这小子竟然觉醒出2个半神级武魂，光明圣龙和黑暗圣龙！那名魂师直接傻眼了，整个人瞬间瘫坐在地上。凌渊亦是傻眼，从未见过眼前如此震撼的场景。轰隆隆！下一刻，你体内爆发出一束光暗交汇的能量光束，瞬间冲破屋顶，抵达云霄之巅，响起震耳欲聋之声，映射出2条巨大的光暗圣龙虚影，威严凛冽，气吞山河。全城瞬间被惊动沸腾，所有长老和供奉毅然纷纷急速动身赶来。光暗双圣龙，你望着盘旋于周身的2条巨龙，内心的震惊激动之情简直无法言喻。快让姐姐看看你的先天魂力有多少级！凌渊难以掩饰心底激动，将一旁水晶球取来，在你摁上水晶球的瞬间，球体逐渐亮起耀眼光芒。此时觉醒殿内，这是超越了先天10级满魂力的象征。此时凌渊惊呼一声，急忙上前拉住我的小手，他要亲自查探我的具体魂力值。片刻后，只听他震惊地交呼起来：先天魂力20级，这是多么恐怖的概念！在此之前，整个大陆唯有少主千仞雪才做到这一步，可那还是有着神赐武魂的加持，而我2个武魂虽都是半神级，但终究不是神赐，竟然也能达到先天20级魂力。凌渊忽然蹲下，激动地将我一把抱入怀中：小家伙，你不仅觉醒出了双生半神级武魂，更是先天20级魂力。你能告诉姐姐，你的名字还有出身吗？让姐姐来猜猜，你是不是出身于蓝电霸王龙宗？若我回答不是，他就能让我加入武魂殿；若我回答是，他也相信自己有把握让我改换门庭。毕竟我这等前所未有的存在，任谁也不会放过。出身吗？我明白绝不能将真实情况说出，否则一定会被蓝电霸王龙宗和唐昊怀疑盯上。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不是的，我什么不是蓝电霸王龙宗的？我叫叶寒，从小无父无母，是和爷爷抚养长大的。说到这，我故意挤出眼泪，但他早就离世了。我现在是个孤儿。为了演得更像，我甚至扑入凌渊怀中哭了起来。凌渊先是一怔，随即心疼地抱着我安慰：小寒乖，别哭了好不好？你不是还有姐姐吗？我抬起头，用泪花闪烁的双瞳看向他，故作委屈：姐姐，你愿意要我吗？凌渊听言一喜，笑眯眯地点头：当然愿意了，但前提是你要加入武魂殿，并拜姐姐我为师哦。我当然知晓他的用意，无非是想套牢我，不过我本身也很乐意。原本的目的就是来加入武魂殿。虽然凌渊的实力和地位在武魂殿高层中属于最低的那批，但胜在他的人品和性格都不错，是个值得托付的对象。反正我觉醒了如此武魂，又对原著滚瓜烂熟，对我来说成神不难。前期有个封号斗罗当靠山就行，不必要求多强。嗨，我提前声明，我绝对不是因为馋凌渊姐姐的身子才答应的。念及于此，我正准备开口答应，然而这时我的精神却是瞬间一滞，只觉眼前景象瞬间模糊，意识被一股神秘力量拉扯。下一刻，我竟出现在一片浩瀚无垠的黑暗虚空。这是哪里？我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如此状况，纵使熟透原著的我也是愕然。突然身后响起一道浑厚之声：不必慌张，这里是你的精神之海。谁？我猛然转身望去，顿时惊愕当场。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万丈巨龙，散发着无尽威势，一双金色巨瞳正紧紧注视着我，带来极致压迫感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我的精神之海？我可不记得斗一有这等人物。于是惊愕开口。下一秒，万丈巨龙的嘴巴微起，缓缓道来：吾乃神界曾经的最强神奇龙神。闻言我愣住了，龙神不是早就一分为二了吗？龙神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，继续说道：小子，吾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待吾娓娓道来。紧接着龙神便与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我警惕的听完，这才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眼前这个龙神是当初分裂出来的智慧神石，这些年他一直躲藏在神界，想与分身金龙王融合，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另一个分身银龙王逃到斗罗大陆后便自封魂力沉睡，所以他也一直没机会融合，这也就能解释得通为何银龙王会是个白痴恋爱脑。而这些年他的神识因为一直飘荡在外，神力日渐衰落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了多久了。直到不久前，他被我的复仇精神打动，便选择了我作为他神位的传承者。我之所以能觉醒出光暗双圣龙武魂和先天20级魂力，竟然全都是他赐予的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让我传承他破碎的龙神神位，然后替他向神界众神复仇，选中我成为你的传承者。听了龙神的话，我惊愕当场。龙神微微颔首：不错，吾会给你设立9个考核，你每完成一考便会获得吾的神赐奖励，只要你全部完成，并为吾向神界众神报仇血恨，吾的神位不仅传于你，吾的分身银龙王更能给你当小妾。听到他前面所说，我着实心动，但当听到最后一点，我顿时警铃大响。银龙王可是你的分身，你会给我当小妾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若真给我当小妾了，你怎么办？不想让2个分身融为一体复活了吗？原本平静的龙神听罢，忽然发出暗自愤恨的龙吟：吾当初进入你的精神之海时，不知为何竟看到了斗罗世界的未来。当吾见到吾分身银龙王的所作所为后，吾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愤怒。他枉为吾身，别说让他成为你的小妾，就算让他成为你的宠奴，吾也绝无半句怨言。至于复活，吾的妻子和子嗣全部都死了，吾早已对这个世界没有眷恋。吾如今唯一还未了结之事，便是向神界那些该死的众
众神报仇，你可愿答应？听完后，我顿觉龙神说的合情合理。银龙王古月娜在原著里确实挺难评的，说啥复兴魂兽大业，结果跑去和仇人儿媳谈恋爱，简直就是个白痴蠢货恋爱脑。等等，龙神看到了斗罗世界的未来，我想起龙神第一句话，瞬间震惊诧异，什么斗罗世界的未来？恐怕是看到了我的记忆吧。不过他似乎只看到了关于斗罗世界的，其他的应该不知。想把我决定赌上一把，于是点头道：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也有3个要求。首先，你不能窥探我在外界的任何隐私；第二，在必要的时候你需要出手保护我；第三，银龙王给我当小妾，这是需要提前。古月娜虽然是个恋爱脑，但那也得看对谁。如果他能对我恋爱脑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呢。龙神并未拒绝，干脆的回答道：第一点，你放心便好，吾是看不见听不到你外界一切的；第二点，吾如今的神力所剩不多，最多出手护你3次；第三点，吾可以答应你，吾会将这一点加入后续考核奖励里。我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随即好奇询问道：那你给我的第一个考核是什么？龙神沉默半晌后才缓缓开口：加入一方势力并拜一名封号斗罗为师，确保自身的安危，期限2天半。我闻言顿时大喜，迫不及待道：行，你送我出去吧，我去进行考核。这简直就是送分题，现在只要出去答应凌渊，马上就能完成。龙神微微颔首，最后严肃叮嘱道：小子切记，莫要将吾之传承透露出去，若被神界众神得知，无论是吾还是你，将必遭劫难。话音刚落，他一双巨大金瞳骤亮，光芒万丈，我周围的一切再次变得模糊，继而便回归了外界。小寒，你怎么不回答姐姐？难道不愿意吗？刚一出来，便见到凌渊满脸失落与担忧的询问：没有，我知道他可能误会了，赶紧准备点头答应，但又不等我说出口，一道威严急声骤然传来：凌渊，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我和凌渊都被这声音吓一跳，转眸看向大门，只见一道身着金甲的高大男子疾步走入，在他的身后则跟着10位男子，个个都威势十足，这恐怕是千道流以及一众供奉和长老了吧。果不其然，凌渊见到他们后赶忙起身躬身行礼，参见大供奉，见过诸位供奉前辈。千道流点头，随后快速扫了眼现场，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然后又落回到凌渊身上。凌渊，刚刚的动静可是他造成的，我要知道事情全部经过。其他供奉和长老也是如此。面露急色，凌渊看了我一眼，随即将先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说出。什么？双生半神级武魂，光明圣龙和黑暗圣龙，非神赐武魂的先天20级魂力。得知事情经过后，千道流一行人统统震惊傻眼，纵使他们不想相信，但回想起刚刚的巨大动静，以及如今现场一地的碎片，他们不得不信。而听到凌渊邀请我却迟迟未同意时，平日里沉稳的千道流也沉不住气了，当即走近准备拉拢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是先开口确认道：小家伙，我乃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，你能释放你的2个武魂出来给我看看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双手轻抬释放了光暗双圣龙武魂，刹那间光芒与黑暗交织，恐怖的气息笼罩了觉醒殿。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全都瞪大了眼睛，竟真与凌渊所说一模一样。此子有大帝之资，确认无错后，千道流自然不可能放过我，顿时急道：你叫叶寒对吧？那我以后便叫你小寒了。小寒，想必你应该明白武魂殿乃是何等存在吧？只要你愿意加入武魂殿，我便即刻立你为我们武魂殿的圣子，我们武魂殿会倾尽全力培养你，让你将来有成为神奇的可能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众供奉和长老无一反对，我本来就没想拒绝，如今听到还能直接成为圣子，于是收回武魂点头道：我愿意加入武魂殿，成为武魂殿圣子。此话刚落下，还不等千道流等人高兴，一道不合时宜的威严女声突兀自外边传入：大供奉，您虽贵为供奉之首，但任命圣子此等大事，按照规矩，似乎是需要征得我这个当代教皇的同意吧。此时比比东的目光落到千道流身上，那眼神似乎是在质问千道流为何要无视规矩。千道流脸色变得复杂，准备说些什么，可还不等他开口，看比比东最不爽的金鳄斗罗便哼道：确实是有你说的这么一条规矩，但还有一条建立在此之上的规矩，如若出现天资超越当代教皇者，可无需过问当代教皇，直接任命其为圣子。刚刚城中的巨大动静想必你也看见了，造成那动静之人正是这个小家伙。此话一出，月关和鬼魅皆感诧异，刚刚城中的天地异象竟是这个毛头小子造成的。比比东神色毫无波澜，瞥了你一眼，嘴角勾起轻蔑笑意。先前动静我确有察觉，似乎是个半神级武魂引起的天地异象，确实不错，但倘若认为这样便笃定天资在我之上，那也太小瞧我这个当代教皇了吧。我的武魂虽不是半神级，但也是顶级武魂，并且还是双生武魂，先天满魂力，他能够胜我吗？况且天资并不代表一切，品行也是极为重要的。我的心中早已有了人选，那便是精英学院的胡列娜。娜拥有顶级兽武魂，先天魂力9级半，今年才比这个小子大6岁，魂力便修炼到了29级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一旁月关和鬼魅听言纷纷点头赞同。教皇不仅是大陆唯一一个双生武魂，天资更是震古烁今，打破了当年唐昊创下的记录，成为全大陆最年轻封号斗罗。眼前这小子觉醒出半神级武魂又如何？他有双生武魂吗？他有先天满魂力吗？而且武魂殿精英学院的胡列娜他们也很看好，无论是天资和品行都与教皇相称，是最佳人选。哈哈哈，好笑，当真好笑。比比东的一席话令的金鳄供奉发笑，现场包括千道流在内的不少供奉也差点笑了。另外几位效命于比比东的长老则面露尴尬之色，我也觉得有些好笑，同时心中不由期待起来，不知道他待会知道自己的天资后会是什么表情。放肆！比比东感觉到自己权威受到挑衅，愤怒地举起手中教皇权杖，用力敲击地板。金鳄，在本教皇面前岂容你这般无礼！话音刚落，他便爆发出恐怖气势，朝金鳄斗罗压迫过去。金鳄斗罗丝毫不惧，右脚一踏地面，爆发威压抗衡，轰隆隆，两者威压相撞，余波四散，冲击整个觉醒殿。凌渊见势不妙，急忙把叶寒拉进自己怀里护住。
好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千道流见此大喝一声，恐怖的气势将二人气势强行逼回。然后他解释道：金鳄刚刚的态度确实可能有些过了，但这不怪他，主要还是这个小家伙的天资实在过于逆天，远超于你。比比东自然不服，愤怒的想反驳。千道流抢先一步，看向被凌渊护在怀中的叶寒道：小寒过来，这位是武魂殿的教皇，展示下你的武魂给他看。你点了点头，缓缓走上前来，然后在现场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，开启双生武魂，双手光芒一闪，光明圣龙与黑暗圣龙武魂浮现，两股截然不同的气息席卷觉醒殿。什么？比比东被震惊的美眸震颤，简直超乎他的想象。月光和鬼魅直接傻眼了，原来小丑竟是他们自己啊！但很快比比东美眸涌现出一抹激动与兴奋，如此强大的黑暗武魂，若是他将之吞噬，定会有助于罗刹神考核，而这光明圣龙武魂说不定能解决小刚武魂的缺陷。若是他为小刚解决了武魂缺陷，小刚会不会与他重归于好？一想到这，比比东的愤怒荡然无存，邪笑道：很好，看来此子确实有资格成为圣子呢。千道流见此松了口气，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，比比东绝不会轻易放弃对圣子之位的争夺。果然，比比东话锋一转，邪笑道：既然立他为圣子，那么总需要一位老师教导他吧。千道流心中一凛，知道他这是试图争夺对叶寒的教导权。正当他准备开口时，比比东已经抢先一步，语气不容置疑道：武魂殿历代的圣子圣女都是由历代教皇亲自教导，而我作为当代教皇应当有这个责任，诸位可有异议？现场众人闻言，目光落在千道流身上。千道流脸色微变，自然知道比比东的野心，若让我落入他手，那么其后果不堪设想。当即道：你身为教皇，平日里繁忙，又已经有了一名弟子，这重任还是交由我。比比东嘴角很快勾起玩味，怎么，我和他同为双生武魂，难道还有谁比我更合适教导他？这话一落，无论是千道流还是现场其余人，全部哑口无言。是啊，他可是双生武魂，根本没人比他更合适教导叶寒啊！呵呵，比比东眼见得逞，立刻看向我戏谑道：小家伙，从今往后你便是本教皇的关门弟子了，还不过来拜见为师？我一听顿时慌了，自己可不想成为这个疯婆子的弟子啊，但奈何现在的情况也由不得我了。比比东是那种得不到就会毁掉的疯子，若敢拒绝他，自己第二天就会人间蒸发。除非千道流愿意出面，强硬的收自己为徒，但看千道流现在这软干样，恐怕是不可能了。他儿子被比比东弄死他都不管，能指望上他？我心中苦涩，只得上前恭敬行礼道：弟子叶寒拜见老师。比比东脸上泛出得意，朝千道流投去挑衅目光，这令得千道流一众供奉暗地咬牙切齿，敢怒不敢言。谁让他们不是双生武魂？他们谁也没有把握教好叶寒。好徒儿，跟为师走吧。比比东收回挑衅目光，戏谑的朝我伸出玉手。我看了眼帮助过自己的凌渊，无奈准备牵住，而也正是这一举动令千道流心中有了应对之策。忽然道：慢着！比比东眉头微皱，不悦道：大供奉可还有事？千道流沉思一番，缓缓道：你确实最适合教导小寒，但先前我也说过了，你身为教皇，事务实在太繁忙，多少都会有所疏忽吧。小寒的天资是整个大陆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，你总不能像教导那什么胡列娜一样，平日里让他在学院学习吧。以我看，可以在众多长老或者供奉中挑选一人，作为他的贴身副老师，并且这位副老师也正好作为他的贴身侍卫，时刻确保他的人身安全。毕竟他的圣子身份若公布，必然轰动大陆，引来敌对势力暗中针对，必须要随身保护。这话一出，众供奉纷纷点头赞同，言之有理。闻言，比比东面色顿时阴沉下来。这老东西眼见人抢不成，便想以这种方式制约他。若是给这小子安排了贴身老师，那么他将难以对其彻底掌控。不过这里面不少长老效忠于他，他就不信叶寒偏偏选中千道流的人。一番权衡之下，比比东决定放手一搏道：大供奉说的确有道理，不过这位贴身副老师需要这小家伙自己挑选。千道流自信点头，看向众供奉和长老道：诸位，向这个小家伙介绍一下自己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朝凌渊投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凌渊立马领悟，率先上前开启武魂，笑盈盈地道：我先来吧，我是武魂殿五长老，是一名92级封号斗罗，武魂烈焰凌渊，封号凌渊。小寒，如果选择姐姐我的话，姐姐我会好好教导并疼爱你哦。我见状顿时明白这是千道流的安排，当他介绍完那一刻，立刻跑过去拉住他，那我就要凌渊姐姐做我的贴身老师。弟子叶寒拜见凌渊老师。千道流眼看得逞，嘴角勾起笑意，心中暗自得意。比比东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原来千道流早就预料好了，他中套了，哈哈哈！既然如此，便由凌渊担任小寒的贴身老师兼贴身侍卫了。千道流得意大笑，随即话锋一转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决定需要宣布一下，那便是让小寒入赘到我们武魂殿，成为千仞雪的未婚夫。此言一出，整个大殿瞬间寂静无声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提议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就连我也是呆住了。千道流为了套牢自己，都开始送孙女了。什么？比比东更是惊呼出声，质问道：大供奉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千道流神色坚定，语气不容置疑道：我自然知道，为了表示我们武魂殿的诚意，我愿意拿出一块9万年光明属性的头部魂赠予这个小家伙，作为他入赘的赘礼。说完，他从魂导器中取出一个木盒，打开后竟是一块闪烁着金光的头部魂。此幕一出，大殿内再次掀起一阵轩然大波。9万年魂骨，这可是连封号斗罗都梦寐以求的宝物，更别提这是最为稀有的头部魂骨，简直可遇不可求啊！如今他竟然如此大方地拿了出来，足见他对此事的认真和重视。下一秒，千道流走来，将手中装有魂骨的木盒递到我手中，微笑道：小寒，这是一块来自9万年光明亚龙的头部魂骨，送给你，你可愿意入赘到我们武魂殿，成为我孙女的未婚夫？同时他似乎想起什么，又有些尴尬道：不过嘛，他应该比你大个10岁，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吧？我见状顿时两眼放光，不但能得到魂骨，
还能成为千仞雪的上门老公，傻子才会拒绝。况且有了千道流这层关系之后，向仇人复仇更是事半功倍。大供奉，大10岁算什么？您放心吧，您孙女后半辈子就交给我了。我义正言辞地回答道。哈哈哈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日后若有机会，我会带你去见见我孙女的。千道流见我答应，心中大定，得意地瞥了比比东一眼。比比东怒视着千道流，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，只得不甘心地冷冷道：既然大供奉如此决定，那我便不再多言。凌渊长老，劳烦你好生照顾他，明日我会腾出时间亲自带他去猎取魂环，等回来之后，我会亲自举办圣子册封大典。说完，比比东气愤地便转身离去，留下一道冰冷的背影。走出觉醒殿后，他看向鬼斗罗，严肃命令道：鬼长老，给你3日期限，去将那小子底细调查清楚。紧接着他又看菊斗罗，命令道：菊长老，我记得你有和我说过，你猎取到了一块神秘的可净化极魂骨，稍后送到教皇殿给我。等两人都离开后，比比东回头看了眼觉醒殿，愤怒的低声自语：千道流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慢慢玩，只要我看上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，若真让我得不到，那么我就将其毁掉。哈哈哈哈！说到后面，比比东绝美面庞忽然变得狰狞而癫狂，令人心生胆寒。走出觉醒殿后，凌渊姐姐似乎很苦恼，她不知道该把我安置到哪里，毕竟如今她已是我的贴身老师兼侍卫。思索片刻后，她便决定带我回她家住。见此情形，我抬头困惑地看着她。凌渊姐姐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呀？闻言，凌渊姐姐盈盈一笑，带你去我家，以后和我一起住，今晚休息一晚，明日教皇冕下会来找你去猎取魂环。听到这话，我直接愣住了，这发展也太快了，居然直接同住一处。就在我思绪纷乱时，凌渊突然打断我：小韩，以后姐姐我就是你的贴身老师兼侍卫了，负责教导你以及你的人身安全，所以你现在应该要叫老师哦，不准再叫姐姐了。我愣了一下，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随即故作委屈地说道：可是我还是喜欢叫姐姐，怎么办？凌渊一怔，随即扑哧笑出声来，他刮了刮我的鼻梁，笑道：真拿你没办法，那以后就叫姐姐吧，但在其他人面前还是要叫老师哦。我立刻点了点头，又甜糯糯地喊道：我会乖乖听凌渊姐姐话的，凌渊姐姐最好了。凌渊闻言很是满意，一把将我抱起，走，姐姐现在带你去买几身衣裳，然后回去休整休息。我乖巧点头，心中却回想起今日的种种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出乎意料了，我不但觉醒了光暗双圣龙武魂，更是得到了龙神传承，还直接成了比比东的弟子以及武魂殿圣子，甚至和千仞雪定下了婚约。除了拜师这件事让我略有抵触外，其余哪点不是天大的好事？一想到千仞雪，我便感觉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既然我已入武魂殿，自然要守护好这里。在原著中，唐三不仅推翻了武魂殿，更是打碎了千仞雪的神位，这种事我绝不允许再次发生，我定要守护好武魂殿和千仞雪。现在只要依靠武魂殿的庇护稳健发育，相信不出10年我便能修炼到封号斗罗，届时不仅能保护好他们，更能为父母报仇。其实现在可以直接将唐昊行踪告诉武魂殿，但那可不行，这血海深仇必须我亲手了结。昊天宗与蓝电霸王龙宗当年的过错，我也会一一讨要说法。嗡！就在我思量间，周围场景变得虚幻，下一秒我竟来到了精神之海，庞大的龙神映入眼帘。小子，你做得很好。龙神语气中带着一丝赞许，想不到才短短一会，你便成功完成了吾的第一个考核。闻言我心中一动，嘴角勾起期待的笑容。那么我的奖励呢？龙神双眸一亮，周身出现无数金灿符文，紧接着全部涌向我的身躯，最终汇聚于我的额头，出现了一个龙神龙首图腾。这是什么？除了额头的图腾，我没感觉身体有何变化。龙神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这是完成一考的奖励，龙神圣体。不过这是圣体最初始的残体阶段，在这一阶段修炼难度较大，因为斗罗位面灵气不足，龙神圣体的生命神轮寂静，难以开辟。想要开辟圣体，需以特殊灵药激活，这对修炼资源的需求极高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傻眼了，这不就相当于暂未激活的体质吗？龙神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不慌不忙道：小子不必担心，据吾先前看到的斗罗世界未来，这个世界有仙草和金胶这种奇物，服下之后或许能开辟圣体。我闻言略一沉吟，仙草我自然知道，但关键是现在我受武魂殿照看，根本拿不到仙草。至于金胶，也不知能不能弄到，待会问问凌渊姐姐吧。行吧，那第二考是什么？奖励不会也这么难以激活吧？我问道。龙神沉吟片刻后缓缓说道：龙神第二考，给任意一个武魂附加上3个魂环，魂环总和年限不得低于15000年，期限2天半。至于考核奖励，吾不能透露，等你完成之后自然便知。2天半内猎取3个魂环，总和年限不低于15000年，如此苛刻的条件让我微微怔了。这就代表着第一个魂环就要几千年，利用好无知体质，这2考便事半功倍。话音刚落，龙神亮起双眸，将我送回现实。刚回归现实，凌渊关切的声音便传来：小韩你怎么了？是困了吗？闻言我赶紧摇头回应：没有没有。凌渊这才放心，笑道：走吧，前面就是服装店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心中暗想着龙神2考，看来待会必须得问问凌渊姐姐金胶的事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凌渊给我买好衣裳便朝院落返回。返回途中我好奇问道：凌渊姐姐，你知不知道金胶呀？凌渊先是一怔，旋即开口道：你从哪听说这东西的？金胶滋补性极强，但市面上的都是低年份的，服用后人体会阳气过剩，身体燥热，寻常人轻易不敢服用。我赶紧摇了摇头，眨巴着大眼睛解释：凌渊姐姐你误会了，我是想用金胶提升自身体质，你知道哪里有高年限的金胶吗？能不能帮我弄一些啊？此话一出，凌渊美眸微震，你这小家伙居然知道金胶有提升体质的奇效。不过他也没有深究，笑道：这你可就问对人了。当年姐姐我攻打海神岛时，在机缘巧合之下获得了几块金胶，一直存放至今，待会回去便送给你，就当做是你拜姐姐我为师的礼物了。我想到原著中武魂殿确实攻打过海神岛，便欣喜地问道：太好了，凌渊姐姐，那几块金胶是多少年限的呀？凌渊掐了下我的小脸蛋，笑盈盈道：等回去你就知道了，总之年限可不低哦。我心中狂喜。
西，能让封号斗罗说不低，那至少也得是几千年吧，想想都让人兴奋啊！伤人了，快跑啊！正在此时，前方突然响起一阵喧哗，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极度混乱。只见一男子手持利刃，愤怒咆哮：“你们害我失去一切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！”我定睛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此人正是先前觉醒殿那名魂师，看样子他是被废掉魂力后逐出武魂殿了，如今受不了刺激，情绪失控，想要闹事。凌渊眉头大皱，本能的就要上前阻止。小寒，你待在这里别动，姐姐我去制住那人。凌渊将我轻轻放下，身形一动便掠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3道身影从侧面不远处窜出，他们迅速朝着前方动乱街道赶去，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为首那道身影是一名女子，看上去约莫比我大6岁，长相精致妖娆。她身后则是2名男子，那是比比东的弟子胡列娜，还有邪月雨燕。我一眼就认出了3人身份，看他们这行动轨迹，似乎也想去阻止那闹事的人。或许是冥冥中天意使然，正奔跑着的胡列娜忽然注意到了我。我身躯娇小，身边又没大人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她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保护欲。那小弟弟怎么会一个人在那里？太危险了！胡列娜心中思量着，竟调转方向朝我跑来。娜娜，你去哪？邪月和燕同时停下惊呼，然后跟了上去。胡列娜快速跑到我身前，挂起温柔的笑容：“小弟弟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”见状，我顿时愣住了，料想不到他会突然跑来。胡列娜见我不回答，以为我是被吓坏了，当即便弯下腰轻声安抚我：“小弟弟别怕，姐姐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”而这一幕被邪月和燕看在眼里，邪月没什么反应，燕却面露不耐：“娜娜，不要管这个小孩了，首要任务是去控制那边的动乱。”胡列娜顿时白了他一眼，冷声呵斥：“你没看见这小弟弟一个人在这里有多危险吗？”话音落下，他不再理会燕，转而看向我：“小弟弟，姐姐现在先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好不好？”闻言我点了点头，看着燕那不耐烦的模样，我心里有些不快，便顺势往胡列娜身侧靠了靠。燕看到这一幕，脸色顿时更加难看了。邪月却一把抓住他，无语道：“不是哥们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你连个小孩子的醋都吃。”被带着远去的我目睹此幕，还朝燕做了个鬼脸，只把对方气得够呛。唰，当再次停下之际，胡列娜已经带着我来到一处偏僻小巷。小弟弟，你先待在这里，姐姐去将外边的人制住，然后再回来带你去找家人，好不好？胡列娜摸着我的头叮嘱道：“我会乖乖等姐姐回来的。”我乖乖点头，然后目送她离去。看着她的身影，我心中思索起来。胡列娜身受比比东器重，几乎被视如己出，若是能与她交好，将来也能多一分助力。想到这，我心里有了盘算。另一边，凌渊成功制服了那失控的魂师，并将其交给赶来的武魂殿守卫处理。当他返回原地时，却发现我已经不在那里了，心中顿时乱作一团。小寒，小寒，你在哪里？凌渊沿着我残存在空气中的气息寻找，焦急地呼唤着：“凌渊姐姐，我在这。”我听到他的呼喊声音，立刻走了出去。小寒，凌渊急坏了，跑来一把抱起我。我本以为他会斥责自己乱跑，却没成想他充满自责道：“小寒，你是被吓到了才跑到这里的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都是姐姐的错，不该留你一个人在那的。别怕，以后姐姐不会那样了，你别怪姐姐好不好？”他的反应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没事的，凌渊姐姐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安慰道。凌渊闻言松口气，紧接着心有余悸的笑道：“走，我们回家。到了家后，姐姐会好好补偿你的。”一听好好补偿，我心里顿时好奇会是什么样的礼物，但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，胡列娜待会找不到自己怎么办？奈何已经来不及了。不等我将此事说出，便被他快速带到一处庭院。嘎吱，凌渊推开庭院大门，抱着我走了进去。小寒，以后就把这里当自己家，不用拘束。哇，好大的院子！我满眼新奇地打量着四周，方才偶遇胡列娜的小插曲，转眼就被我抛在了脑后。好了，那边是浴房，你先去把身子洗干净，我去给你收拾一间卧房出来。凌渊将我轻轻放到地上，笑着补充道：“你之前惦记的金胶姐姐也去给你备好，等你洗完出来就能拿到了。”叶寒闻言眼珠一转，伸手拽住了凌渊的衣角，语气软乎乎的带着点委屈：“凌渊姐姐，我自己洗不好。”凌渊有些意外的低头看我，见我一副可怜巴巴的小模样，顿时就心软了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：“呀，那姐姐就帮你这一次，等以后长大了可要自己洗了，知道吗？”说完便牵着我的小手朝浴房走去。